這座島離高雄1600公里，空軍的 C-130運輸機單程要飛將近4小時，軍用補給艦單程開3天，民間商船要走4天，而且大約20天才有一班。整座島 0.51 平方公里，環島走一圈用不到1小時，跑道1200公尺，常年住着大約220人。它並不弱，它是整個南沙群島裡面積最大的天然島嶼，有土壤，有樹林，有醫院，有郵局，有氣象站，有戶籍，有門牌，井水多到官方說可以拿去養吳郭魚。可為什麼偏偏到了2016年7月12日，海牙那邊一紙裁決下來，這座種菜養雞住了200多人的島，在法律上被判成一塊岩礁？而且不是只有它，那一天南沙群島所有在高潮時還露出水面的地物一個都沒逃掉，整串集體渡劫失敗，當場打回原形。所以一座島跟一塊礁究竟差在哪裡？為什麼中華民國政府當天就發聲明說完全不接受？中國大陸也說裁決無效不承認，吵了幾十年的两邊居然难得站在同一個立場上。而最可怕的是，決定這一切的居然不是那條1200公尺跑道，不是花了17億整修的碼頭，也不是島上任何一件裝備，而是一口井。我們可以把這整件事想象成一座天秤，天秤的一端是南海那几十萬平方公里的海，有漁場，有各國都在盯的海底油氣，還有全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天秤的另一端呢，只有一口井，一天出水3公噸，井口小到你走過去可能不會多看一眼。這麼輕的東西，憑什麼壓得動那麼重的東西？接下來我們就從高雄港上船，沿着這條1600公里的補給線一路往南，看這座島怎麼把自己一刻一刻加到天秤上，也看那支我等一下要叫它降級大隊的仲裁庭怎麼一句話就把整座天秤踢翻。上船第一天，先講距離。1600公里是什麼概念？從台北開車到墾丁大約400公里，太平島到高雄是這段路的4倍。你在台灣本島任何一個角落叫外送，最久等1小時，涼了你還會給個負評。可是在太平島，一顆高麗菜從高雄港上船到擺進廚房，要在海上晃4天。這條航線上的商船跟補給艦就是這座島唯一的海上外送員，而這位海上外送員20天才出勤一次，這是多麼卑微的伙食條件。再講位置，太平島位在南沙群島的北部中央，行政區隸屬高雄市旗津區中興里。整座島只有幾個門牌，南沙指揮部綜合大樓是南沙1號，南沙醫院是南沙2號，駐島護理師的戶籍就登記在中興里18鄰南沙1號。聽起來很像玩笑，可是一點都不好笑，那是實際在跑的戶政作業，是把一座島釘進行政體系的螺絲。這件事先記着，後面天秤上會用到。一個這麼遠的地方，為什麼要這麼認真編門牌？島的面積是 0.51 平方公里，東西長大約1500公尺，南北寬400多公尺，大約71個標準足球場，小到有點好笑。可它偏偏就是南沙群島裡面積最大的天然島嶼。這裡有2個字是全篇的關鍵，天然。這10幾年南海多出了不少比它大好幾倍的陸地，那些是抽沙填出來的人工設施，是氪金玩家氪出來的水泥要塞。太平島不是，它本來就長在那裡，是珊瑚礁自然堆積形成的陸地，有土壤，有樹，有地下水，東側甚至有一片熱帶海岸林，樹高可以到20公尺。這個差別在生活上決定了很多事，在法律上決定的事更大。後半段一次講清楚到底有多大。上船第2天講吃，這是離島生活最現實的一環，也是海上外送員最重要的任務。太平島的物資進來有3條線，第一條是民間商船，大約每20天一班，單程約4天，也負責人員休假往返。第2條是軍用補給艦，大約每3個月一趟，單程約3天，運大宗與軍用物資。第3條是空軍的 C-130 運輸機，大約每2個月一架次，載郵件、急件、人員。另外海軍艦艇每個月還有2到3航次往返，這樣夠不夠？把這幾條線疊起來，這座島其實沒到與世隔絕，平均每20天左右就有船靠。可是問題出在生鮮，海上晃4天，葉菜類上船第1天就開始掉血條，到島上只剩幾天壽命，天氣一差班次延後，這幾天就歸零，夠慘吧？南海的台風季從5月拖到11月，一個中度台風經過，商船延個1周是常態，跑道也會關閉。海上外送員一掉線，島上就只剩冷凍庫、罐頭跟乾貨。所以你猜這座島怎麼辦？等死嗎？
當然不，他們自己種。政府公布過駐島人員的農作清單，主食類種玉米跟地瓜，蔬果類有秋葵、南瓜、絲瓜、苦瓜、高麗菜等10餘種。這不是花園造景，是真的端上桌的菜。能種得起來，是因為太平島有真正的土壤。政府委托的調查記錄過，島上有46棵106種陸域植物，喬木20種，灌木16種，慢性植物17種，草本植物53種。一塊只有珊瑚碎屑的礁石，長得出這種植被組成嗎？野生的部分也有產出，島上的椰子樹大約500棵，年產量大約1500粒，木瓜跟芭蕉各大約50棵，每年各收成200到300公斤。這些數字瑣碎到荒謬，可是全部被官方文件列出來過。為什麼一個政府要認真數自己有幾棵椰子樹？蛋白質靠養，島上養雞大約180隻，羊12隻，警衛犬6隻，狗負責夜間警戒。雞跟羊長大以後供食用，雞蛋是日常營養補充。駐島人員的伙食裡有一道很有名的土雞餐，用的就是自己養的雞。你說離譜不離譜？所以太平島的飲食結構是3層，底層是海上外送員運來的米、麵、油、冷凍肉品跟罐頭，絕對不能斷。中間層是自己種的蔬果跟雞蛋，補齊空窗期。最上層是海鮮，周邊本來就是漁場。一座0.51平方公里的島硬是被經營成小農場，這是多麼倔強的存在。而這3層等一下會變成什麼？呈堂證供。上船第3天，講住，也就是這座島的硬體天花板。先講跑道。太平島有一條長1200公尺、寬30公尺的跑道，機坪可以停放2架 C130 運輸機，這是傷病後送唯一的快速通道。有沒有它，等於重症病人能不能在同一天回到台灣本島？你說重不重要？關於跑道延長的傳聞很多，曾有媒體報道說要延長到1500公尺，讓 F-16起降。這個說法後來被當時的國安局長公開否認，說是不實報道。目前公開資料只能確認到一個程度，跑道現況就是1200公尺，其他版本更新沒有官方檔案可以引用，查不到就是查不到，我不編給你聽。再講碼頭，這幾年太平島最大的一筆工程就砸在這裡，海巡署推動的南沙太平島港側浚深級碼頭整修工程，經費大約17億元，民國113年4月完成驗收。項目包括100噸級巡防艇、壁台強化、4000噸級巡防艦靠泊航道浚深。這件事要多講2句，因為它卡住的正是海上外送員的效率。浚深之前港側水深不夠，大船進不來，只能停在外海，物資靠小艇一趟一趟接駁，海象差一點就終止。一批貨卸完可能耗掉1整天，還有翻覆落海的風險。船就在門口，貨卻進不來，這樣要怎麼運補？碼頭淺，跑道短，長期壓着太平島的天花板。浚深完成之後，大船直接靠岸卸貨，作業時間跟風險一口氣掉一個等級。有媒體報道，2萬噸級的磐石軍艦在2025年海軍敦睦任務期間首度停靠太平島碼頭，電力靠自己發。島上主要由3部400千瓦的柴油發電機供電，柴油全靠船運，所以補給斷掉不只是沒菜吃，是整座島停電。島上也陸續建置太陽光電，2011年9月增建120千瓦，2014年12月再建置40千瓦。每一度自己發的電都是省下來的船位。這座島每天都在拼命調高續航參數。上船第4天靠岸，講醫療，這是整座島最脆弱的地方。島上設有南沙醫院，編制1位醫師跟3位護理師，24小時值班，傷風感冒、外傷、慢性病用藥都處理得了。真正的難題是需要開刀或加護的重症，這種只能後送。後送要多久？官方人道救援演練資料顯示，從決定後送到病人回到本島，作業目標大約7到8小時。空軍 C130 也曾為了一名病患跨海往返將近3000公里，為了一條命，整架運輸機說飛就飛。可是這是天氣許可的狀況，台風一來，跑道關閉，船不能靠，海上外送員掉線，這條命脈當場就斷。那時候誰來救？就那一位醫師，沒有備援，沒有轉診，沒有第2個選項。所以駐島人員的體檢做得比一般單位嚴格，能在上島前處理掉的問題就不要帶上島。身體不舒服都要在派駐前先跟醫師討論清楚。通訊也是限時，太平島主要靠衛星通訊，訊號有限又不穩。對一個要派駐好幾個月的人來說，跟家人講一通完整的電話都不是理所當然。
海巡署後來辦過開放軍艦登島墾青，那不是形式，那是對長期離家的人真正有用的補給包。硬體講完了，接下來講人，也就是誰在天秤這一端撐着。我們把時間往回倒，時間回到民国35年，國民政府派遣林遵率領太平艦與中叶艦南下，接收南沙群島。太平艦在同年12月12日抵達，接收後直接拿各艦的名字幫島嶼重新命名，太平島就是這樣來的。開船過去插旗，順手用自己的船名把島改掉，這波很霸氣。島上到現在還立着民國35年的太平艦到此紀念碑。不過人在這片海域的活動比民國35年早得多。政府公布的官方說帖列過島上的遺跡，包括清代的古墓，也包括日本統治時期留下的紀念碑。清代古墓不只是考古材料，它是很早以前就有人在這片海域長期往來的直接物證。至於它今天為什麼隸屬高雄市，這跟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南沙群島曾被劃入台灣一併管轄有關。這個歸屬不是憑空指定的。還有一件事要說清楚，太平島的駐守並不是從民國35年一路連續到今天，中間有過空窗。官方文件用的字眼是恢復駐軍，恢復2個字就代表前面中斷過。那空窗期會發生什麼事？時間來到民國45年，答案來了。民國45年，菲律賓人克洛馬率領探險隊登上太平島，把中華民國國旗降了下來，還對外宣稱自己在南沙建立了新地盤，引發嚴重外交風波。這是標準的趁你不在家直接偷家。中華民國政府隨即派海軍執行立威與威遠2次任務南下巡弋，陸戰隊重返太平島，重新升旗，重建營房，成立南沙守備區長期駐守，並設立氣象觀測站與漁民服務站。那片海從來不是無人聞問的空白地圖，每一塊露出水面的陸地都有人在盯着，誰家的旗子還插着，不是嗎？隨後推進到民國48年，島上官兵從台灣迎奉觀音像過去，修建觀音堂。這件事沒有任何戰略價值，就是給一群回不了家的人一個精神寄託。一座島的補給清單裡有柴油，有米，有罐頭，為什麼還要有這個？時間來到民國89年1月28日，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成立，太平島的防務從國軍移交給海巡署。這不只是換單位，是把駐守性質從軍事轉成海域執法與非軍事用途。今天在島上主責的就是海巡署東南沙分署、南沙指揮部。現在島上常駐大約220人，組成是南沙指揮部的海巡官兵大約190名，空軍太平基地勤務派遣分隊19人，南沙醫院的1位醫師跟3位護理師，另外還有氣象與航管人員。整座島沒有平民聚落，沒有店面，沒有市場，所有人都在勤務名冊上，所有人都是被派過去的。這句話等一下為什麼會出大事？這裡要先講一件很重要的事，海巡署把太平島的兵力編組、武器裝備與駐防細節列為國家機密，公開資料只到編制概況，所以網絡上那些太平島部署了幾門炮的說法都不是官方公布的，是媒體報道或評論者的推測。這一支影片全部限於已公開的官方資料，講不到我就直接說講不到。至於輪替制度，這是公開資料最模糊的一塊，一個人到底要在島上待幾個月，不知。海巡署沒公布，能確認的只有一件。人員休假往返主要搭那位20天一班的海上外送員，單程4天，回台灣休假光路上就要來回8天。網絡流傳的說法我查不到官方版本，就只講到能確認的程度。島上的一天大致是這樣：清晨值更於海域監控，要盯周邊船舶動態，包括外籍漁船跟公務船。白天主要是設施維護、跑道、碼頭、發電機、儲水系統、通訊設備。在海島環境壞得特別快，鹽分跟濕氣會把金屬吃掉。其他時間是農作與畜養、氣象觀測與航管作業、體能訓練與應變演練、火災、傷患後送、人道救援都要練。這個副本每天重跑一次，永遠不會通關。你受得了嗎？這種生活最難的不是苦，是重複。環島一圈不用1小時，看得到的東西每天都一樣，能講話的人就是那200多個，網路還常常斷。真正消耗人的是這件事，所以我們來玩一個很惡劣的遊戲。如果登入這場南海副本3選其一 ，A 是抽沙填出來的人工超級要塞、跑道長、水泥後，缺點是那塊地本來不存在。B 是只能站幾個人的礁石，搭個平台就叫據點，天天在浪裡打醬油，混吃等死。C 是太平島，0.51平方公里，20天一班船，台
台風季直接掉線，一位醫師撐全場，還要自己種秋葵養羊，你選誰？想都不用想，沒人這麼找虐吧。然而現實偏偏這麼扯，在真正決定勝負的那座天秤上， A 跟 B 的砝碼一刻都放不上去，只有 C 這種又小又克難，每天種菜餵雞的爛牌才有資格站上去。為什麼？因為天秤要稱的東西從來就不是誰的水泥厚。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講這座島上最值錢的東西了，不是那條1200公尺跑道，不是花了17億整修的碼頭，也不是任何一件裝備，是井。島上現在有4口在用的水井，編號是5號井、7號井、9號井、10號井。政府公布過檢測數据，淡水含量分別是 99.1%、75.8%、97.5%、96.8%，平均 92.3%。4口井加起來每天總取水量可以達到65公噸，其中5號井的水質最好，好到我決定給它一個綽號——首富井。首富井的地下水水溫大約28度，官方檢測顯示總溶解性固體大約每公升418毫克，符合國際上對淡水的認定標準。政府說帖裡直接寫明，這個水質判定為可飲用的淡水，而且比澎湖本島的地下水質還要好。海巡署說明過，光是首富井每天出水大約3公噸，就足以供應1500人一天的飲用需求，而整座島常住才200多人。你說這口井闊不闊？還有一件事更誇張，2016年7月，內政部公開說明提到，島上的井水淡到可以拿去養吳郭魚，其中9號井就被用來養魚。吳郭魚是淡水魚，海水養不活，所以這條在南海正中央活得好好的吳郭魚本身就是一位證人，我們就叫他吳郭魚證人。一條魚要當證人，聽起來是不是很荒謬？可是接下來你會發現，吳郭魚證人比很多長篇大論都有用。要補充一點，官方公布的是4口井的淡水含量與每日總取水量，至於這65公噸實際怎麼分配，多少拿去喝，多少拿去澆菜園，沒有公開資料，我不編數字給你。能確認的只有一件，這座島的飲用水不需要海上外送員從台灣運，整片南沙只有太平島做得到。好一口首富井而已，憑什麼壓得動幾十萬平方公里的海？因為它決定太平島在國際法上被算成島還是被算成礁。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121條把這件事分成2層，第一層定義什麼是島嶼，島嶼是四面環水，高潮時仍高於水面，而且自然形成的陸地。太平島完全符合自然形成，高潮露出水面，四面環水，這一層沒有爭議。問題出在第121條第3項，這一項寫的是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岩礁，不應該有專屬經濟海域或大陸礁層。換句話說，一塊陸地就算長得像島，只要被認定成不能維持人類居住與本身經濟生活，海域權利上就只能當岩礁。整條規則最後就卡在能不能住人，而人能不能住下去，最根本的門檻是什麼？水。差別有多大？被認定成島，可以主張12海里領海、24海里臨街區、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還有大陸礁層。被認定成礁，只剩12海里領海，其他通通沒有。這幾個名詞先解釋一下，不然感覺不出差在哪。領海是主權範圍，等同陸地，外國船只只有無害通過的權利。臨街區往外到24海里，可以執行海關、財政、移民、衛生管制。專屬經濟海域是200海里範圍內的自然資源，沿海國享有專屬的探勘與開發權利，別人要捕魚、要鑽油都得經過同意。大陸礁層講的是海床跟底土，牽涉海底的礦產與油氣，所以島跟礁差的不是名稱，是一整套從水面到海底的資源支配權，懂了吧？用原面積粗算你就懂了。12海里大約22公里，以太平島為圓心畫這個半徑，面積大概1550平方公里。200海里大約370公里，同樣畫個圓，面積大概43萬平方公里，差多少？將近280倍。43萬平方公里大約是台灣本島面積的12倍。要說明的是，這是用原面積做的概略換算，實際上專屬經濟海域跟鄰國會重疊，要靠劃界談判，不會真的是完整的圓。但量級差距就是這麼離譜。那片海裡有什麼？有南海重要的漁場，有各國都在評估的海底油氣，還有全球最繁忙的航道之一。每年經過南海的貨物價值，各方研究常引用的估算是以兆美金計，
這是估算值，不是精準統計，但量級沒有爭議。現在你看懂這座天秤了吧？一端是43萬平方公里的海，是漁場，是油氣，是航道；另一端只有一口首富井，一天3公噸。可是只要首富井還在出水，島上還種得出秋葵，養得活雞羊，養得起吳郭魚證人，天秤就往井這一邊倒，那43萬平方公里就是你的。井一旦幹掉，天秤瞬間翻面，只剩12海里，43萬平方公里全部歸零。你說這口井重不重？所以你現在回头看前面那些東西，就会發現另一層意思。政府為什麼要公布島上種了幾種蔬果，養了幾隻雞羊，有幾棵椰子樹？井水的總溶解性固體是多少毫克？連護理師的門牌是南沙1號都要講，那不是在做宣傳，那是在舉證。每一個數字都是往天秤上加的一塊砝碼，每一顆椰子都是呈堂證供。也因為這樣，2016年1月28日，時任總統馬英九親自登上太平島，召開國際記者會，公開強調太平島是南海唯一有可飲用天然淡水的島嶼，是自然形成，能維持人類居住與經濟生活的島。依公約，可以擁有12海里領海與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那一趟不是巡視，那是把首富井親自搬上天秤的舉證行動。總統登島本身就有訊號意義。公開記錄裡，陳水扁在2008年2月2日登島，是首位登上太平島的國家元首。蔡英文任內沒有登島，有媒體報道提到與美方態度有關，這是媒體的說法，官方沒證實過。政府這些年給太平島的定位，除了主權宣示，還包括經營成南海的人道救援中心與運補基地，這跟醫院、跑道、碼頭、氣象站是同一套邏輯。能救人、能補給、能報天氣的地方，講話就比較有分量。而馬英九登島的那個時間點非常關鍵，因為當時有一件事正在海牙進行。時間來到2013年，菲律賓依照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附件7提起仲裁，仲裁庭由位在荷蘭海牙的常設仲裁法院提供秘書服務。中國從頭到尾拒絕參與，也不接受管轄。而中華民國呢，沒被邀請參與，也沒被徵詢過意見。2016年7月12日，裁決公布，結果比很多人預期的更極端。仲裁庭認定，南沙群島所有在高潮時仍露出水面的地物，包括面積最大、有淡水、有駐守人員的太平島在內，全部都是岩礁。從此南海風雲變色，一島降格，滿盤皆礁。這就是我從開頭就說要叫他降級大隊的原因。人家不是來平分的，是一次把整排地物全部按到底的。降級大隊的理由是什麼？這一段必須完整講，因為他不是隨便判的，邏輯比你想的硬。他設定的判斷標準是，看這塊陸地在自然狀態下的客觀承載力，能不能維持一個穩定的人類社群，或者能不能維持不依賴外來資源，而且不是純粹採掘性質的經濟生活。依照這個標準，降級大隊做了幾個判斷。第一，島上住的是軍人跟公務人員，他們是被派駐的，不是自己選擇定居的社群，所以不算穩定的人類社群。你發現了嗎？前面那句所有人都是被派過去的，就是在這裡出的大事。第二，這些人員的生存高度依賴外來補給，補給一斷就住不下去，不符合自然狀態下自己維持居住的要求。換句話說，我們那位20天一班的海上外送員，居然反過來變成扣分項，你說冤不冤？第三，歷史上漁民在南沙這些島礁的活動是季節性、短期的，沒有形成長期社群。第四，史料記載，日本統治時期曾在島上開採磷礦，降級大隊認為這屬於純粹採掘性質，不算這塊陸地本身的經濟生活。要講清楚的是，降級大隊並沒有說太平島沒有水、沒有土，他承認這些自然條件存在，也沒有否認吳郭魚證人游在那裡。他的立場是有水有土還不夠，必須要有一個不靠外部支援也能延續的社群或經濟。這個門檻是仲裁庭自己在裁決裡建立的，所以吳郭魚證人上了法庭，話還沒說完就被請下去了。這個案子的主軸其實不止太平島，菲律賓提告的核心目標是中國在南海以斷續線，也就是9段線所主張的歷史性權利。降級大隊認定這條線在公約架構下沒有法律依據，這一段才是整份裁決最受國際關注的部分。太平島的島礁認定在整個案子裡只是附帶爭點，可是對中華民國衝擊最直接，因為太平島正是我方實際管轄的地方。那菲律賓為什麼要把太平島也拉進來？原因很直接，太平島並不在菲律賓的實際控制之下，可是一旦太平島被認定成島，那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
會覆蓋掉菲律賓在南海主張的大片海域，整套訴求就被壓縮，所以把南沙所有地務一次降級成岩礁，對菲律賓最有利。這一手很現實。裁決出來的同一天，中華民國總統府與外交部就發表聲明，完全無法接受。這份判斷對中華民國沒有任何法律拘束力。理由3點：第一是稱呼，降級大隊在文件裡用中國台灣當局稱呼中華民國，外交部認為這貶抑了我國的主權國家地位。第二是實體認定，政府認為仲裁庭違法擴權，把我方統治的太平島跟其他南沙地務一律打成岩礁。第三是程序，從頭到尾沒邀我方參與，也沒問過我方意見，連通知都沒有。政府同時重申，太平島符合公約第121條的島嶼定義，享有領海、臨街區、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交層的完整權利，並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中國大陸的反應同樣是拒絕。外交部當天表示裁決無效，不接受也不承認。吵了幾十年的兩邊，那天講的居然是同一句話。這裡有一個結構性的處境，是整支影片最不好聽的一段。中華民國沒辦法成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締約方，也沒辦法用主權國家的身份參加這類爭端解決程序。所以當一個牽涉自己管轄領土的案子在海牙審理，我方連遞交書狀、出庭陳述、傳喚證人這些最基本的動作都做不到。你能想象嗎？當時能做的是透過國內的國際法學術機構，以法庭之友意見書的形式，把太平島的淡水、土壤、植被、農業生產、歷史居住等幾十項證據送進去。法庭之友不是當事人，採不採納完全看降級大隊自己。一個實際管轄太平島超過半世紀的政府，在決定這座島法律地位的程序裡，連一張椅子都沒有，這算什麼？學術界也有人開炮。有國際法學者認為，降級大隊為第121條第3項設的標準過於嚴苛，公約條文根本沒寫，需要有穩定人類社群這種要求。這個解釋缺乏足夠的國家實踐與判例支持。但要公平講，這是批評方的論點，不是通說。裁決在程序上仍是依公約做成的。另一個現實是，國際法上沒有強制執行機制，所以這份裁決到今天為止沒有改變南海任何一塊陸地的實際狀況。天秤被踢翻了，可是井還在出水，人還在島上，菜還在種。隨後推進到現在，民國113年4月，碼頭浚深完工驗收。2025年磐石軍艦首度停靠，太平島終於等到大船能靠岸的版本更新。這些都是往天秤上加砝碼的動作，可是另一邊也在加壓。根據海巡署與外交部公布的資訊，2026年6月11日上午，2艘中國大陸公務船三沙執法301與三沙2號進入太平島周邊我方劃定的水域，一度逼近到北方 2.1 里，停留約15分鐘。海巡署表示，海巡艇全程近距離並航監控並廣播驅離，過程中對方2度大角度轉向，最近距離只有 0.1 里 ,0.1 里換算過來不到200公尺，在海上這種距離叫貼臉。外交部說明，這是中國大陸政府船舶首度進入我方劃定的太平島禁止與限制水域。要注意，這些是我國海巡署與外交部單方面公布的說法，中國大陸方面的評論則主張這屬於常態化執法巡查。兩邊說法不一樣，這裡兩邊都列給你看，誰對誰錯我不下結論。時間來到2026年7月，南海仲裁案滿10周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林佳龍在公開場合表示，太平島當然是島，是中華民國的國土，並重申我方處理南海爭議的4點原則。中國大陸外交部長王毅則在9周年時公開表示，把太平島判為岩礁，世界海洋格局要被改寫。要說清楚，這些都是各方在公開場合表達的立場，不是新的法律事實。降級大隊那份裁決一個字也沒改。10年過去，這座島還在，首富井還在出水，吳郭魚證人也還在游。所以最後我們回到那座天秤上，這座島的價值從來不在它有多大。0.51平方公里，跑道1200公尺，碼頭一個，單看規模，它排不上任何名次。它的價值在它證明了什麼？一塊自然形成，有土壤，有天然淡水，能種糧食，能養家禽，能常年住人的陸地，跟一塊只能站幾個人的礁石，在海洋法上是兩種東西。前者背後是200海里，後者背後是12海里。仲裁庭認為這些條件還不夠，中華民國政府認為足夠。這個爭執到今天沒有結論，也不會靠一紙裁決結束。
因為在南海，法律文件決定的是主張的正當性，真正決定現況的是誰持續住在上面。有人常住，有補給進得去，有醫院，有醫師，有碼頭能靠泊，有戶籍，有門牌，有氣象站，每天發報，這些瑣碎到不行的東西加起來，才是天秤上真正有重量的砝碼。所以下一次看到太平島的新聞，不要只看跑道多長，船有多大，誰又講了什麼強硬的話，真正要盯的是3件事：海上外送員的班次有沒有維持，常住人數有沒有掉下來，那4口井還出不出得來水。只要鬆動一件，前面所有的法律論述都會跟着變輕。講到這裡，我忽然覺得有點好笑。人類吵了幾十年的九段線、專屬經濟海域、大陸礁層，動用了海牙的仲裁庭、幾十萬字的裁決書、無數場國際記者會，最後天秤上真正壓着的是首富井那一天3公噸的水，跟一條不知道自己在打國際官司的吳郭魚證人。他大概只想着今天有沒有飼料吃吧。